大家晚上好，这是已经有人在现场等我了。今天这个话题估计听的人应该不会特别多啊，因为这种稍微技术一点的话题应该人少一些。王小杰前排就坐，没问题，欢迎啊。有人啊，人在这里。今天好像是晚了1分钟，对，好像是稍微的晚了1分钟。先跟大家总结一下昨天的这个活动啊，活动呢还是非常成功的啊，这个应该现场有接近20位朋友吧，基本上是有20人，然后报名呢应该是报了17个人吧，现场还有一些东升乡的啊，就东升科技园的一些朋友啊，所以呢大概是有20人左右。然后昨天的基本上工作的运作的方式是这样的，就是我去第一个是来的人呢都是收费的啊，就是这个还是要跟大家说清楚，199一个人。但是到现场呢就不会再有人抱怨说，哎呀这个钱收的多少这种事儿就没有了啊。然后呢，这个我们应该是一共收了17份钱，现场呢我们吃掉了这个多少呢？吃了800多啊，就是什么咖啡啊，这个各种糕点呀、水果啊，大概吃了800多。然后呢，现场发了1500块钱的红包，说大家这个抢一抢。然后呢，剩了大概是1000块钱啊，剩1000块钱的话，准备去做下一轮的这个活动啊。这个下一轮可能是在天津啊，因为昨天谭尼富也跑来了，所以可能下一轮我们在天津，谭尼富我再加上塔主啊，我们可能会做一场完整的活动。然后这个时间现在还没定下来啊，这个也要看报名的情况。我觉得这个是报名收费还是挺好玩的一个事情。另外呢，这个我想一想，就是昨天主要的工作主要讲的东西呢，就是呃大家提了问题啊，这个10几个人呢，大概提了有20多个问题吧，然后我现场把这20多个问题呢都解答了一下，顺便跟大家做了一些小的讨论。今天呢状态稍微差那么一点点，因为昨天我基本上是一个人讲了3个半小时，啊，这一块呢要确实的稍微的对我这个岁数来说有点考验啊。我原来呢是年轻的时候一天可以讲8个小时啊，上午讲4个，下午讲4个。现在的话，这个讲这个3个半小时就稍微有些累了啊，所以今天呢会稍微的慢一点点。好，那么今天的话题呢，咱们就是讲这个 Grok 4啊。我看看有人说了，说我作为 GPT 1年付费用户的表示，想听听是不是要充30试试啊？反正我是没有去充。这个是弯蛙来也，这怎么叫弯蛙？坐等 Grok 更新到车上的 Model S。哎，这个会吗？这个还真有可能啊，在 Model S 上会更新这个 Grok。这个我觉得是可以去期待一下的啊。好，那么我们今天呢就一个故事啊，就是 Grok 4发布，史上最聪明的天才 AI 模型啊。那么好，开始讲今天的故事。大家好，欢迎收听老潘讲故事的 YouTube 频道。Grok 4发布，史上最聪明的天才 AI 大模型诞生了，是不是在吹牛呢？这个其实是我们今天真正要去讨论的事情。7月10号啊，也就是昨天，是抱歉啊，史上最聪明的 AI 大模型 Grok 4诞生了，马斯克亲自坐镇开发布会。视频发布会呢，并不是特别的顺畅成功吧。第一个呢，是他晚了1个小时啊，也没说为什么啊，反正马斯克的直播经常会晚，马斯克也忙啊，他也不觉得说，我拉着人去做直播一定要准点开始，所以他的直播，大家基本上这个有个大概时间就可以了啊。
你像它发火箭也是的，那卫星要发之前天气不好，我再延时一会儿，这个对于它来说都是挺正常的事情。所以呢，它跟其他像山姆奥特曼啊，像这个互联网公司的这些直播还是不太一样的。那是火箭公司的老板发直播晚了1小时，然后呢，太多的东西需要集中发布，上下衔接的呢比较仓促一点。其实最早期呢，很多的互联网公司开发布会也是这样的2、3个小时嘁哩咔嚓发一大堆东西，对吧？后来呢，OpenAI 这些公司习惯了在网上开直播以后呢，就慢慢把这风格改了，改成什么呢？就是每次发一个功能发个10分钟、20分钟就完事儿了，然后呢，不停的发每个月发，每个月发。XAI 呢，现在还没有彻底学会这件事情昨天还是一股脑给大家扔了一大堆东西出来这个事情呢，其实我们以前在面对创业者的时候，每次都会苦口婆心的去做一种劝告。大家可能不知道会劝什么就是作为投资人来说，我们每次看到任何一个创业者，都会上去劝一件事儿，叫不要憋大招就是你一次要惦记做一个大的东西，就很容易失败你应该是做一些小的东西，一点一点放出来这个 XAI 现在还是憋了一个大招给大家看了一眼。当然了，XAI 后面呢也会每个月发布一个新的工具出来，对吧？它也慢慢的向这样的一个方向去前进。8月8月份呢会发编程9月份呢会发多模态。虽然现在的 Grok 4呢也号称是可以出图吧，但我不确定它是可以做图片理解的做视频理解这个可以，但是呢它这一块应该还不是很满意，9月份应该再会去做发布。10月份呢会发视频就是Grok 4的模型要直接做视频生成。一个百无禁忌的模型能够做视频生成，还是挺值得期待的一个事情。然后到年底呢，准备发企业功能包，这是个什么东西？就是 Grok 4是允许私有化部署的，你可以向他申请说，我家里有这个云我们企业要用这个东西，给我部署到这边来它是可以干这个事儿的。然后呢 ，Grok 4还会有合规工具包企业级的技术支持，这个都是可以的。其实美国区的 Oracle 云账号现在已经可以使用 Grok 3了Grok 4还需要等。所以你看 Oracle 云并不是 XAI 自己家的云你可以在上面使用 Grok 3。那么一些测试呢，其实也并不是特别成功。比如说命令它唱歌，结果呢，这个东西没有唱歌它做了一个诗朗诵。当然了，不论是唱歌还是诗朗诵，对于一个机器发声 TTS 的一个功能来说，已经是很强大了非常非常牛。他既然敢在上面当着马斯克的面要求他唱歌的话，那说明这个东西是会唱歌的只是当场没唱出来而已。那么 Grok 4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模型呢？妥妥的叫别人家的孩子什么叫别人家的孩子？就是你看邻居家的小明怎么考得这么好？你看人家这个每天上课都多么专心，都经常被老师夸奖。你再看看你这个就叫别人家的孩子。那么 Grok 4呢，属于典型的理工男模型当然，其实 Grok 就是从3开始一直是有一个很双面性的东西，一方面是理工男，另外一方面呢比较百无禁忌Grok 3有一些比较奇葩的用法，待会儿咱们再去讲。Grok 4我估计会继承这些使用方法，而且会变得更加厉害一些。但是马斯克作为一个理工直男，对吧？然后跟一帮工程师坐在那儿发布 Grok 4，肯定是奔着理工男的这个方式去发布的所以其他那个用法他就没怎么讲。所有跟做题相关的数据都被刷了，而且这一次是遥遥领先。前面呢 Gemini 2.5GPT-O3、O4、Cloud 4这些呢，他们在刷这些题、刷这些排行榜的时候也会有提升，但是提升呢不会那么高经常是这个我高一点，那个你低一点或者说稍微提升，然后提升有限，一般是这样来玩的。但这一次的话 ，Grok 4完全属于是断层式的碾压就是一下比别人高了非常一大块。特别是大家提到的有一个叫人类终极测试的竞赛，对吧？在这个上面上一个冠军呢是 Gemini 2.5，正确率呢是21%。现在呢就绝对领先Grok 4不使用任何工具，就是闭卷考试，
26.9%的正确率，使用工具啊就是41.0%的正确率。如果使用叫 Grook Heavy， 就是它有一个超重的模型，它是一堆的 Grook 一起来干活，干完了以后自己相互吵架，吵出一个结果来，它可以达到58.3%的正确率啊，这个已经非常非常高了。那么所有人都在讲说人类终极测试，什么是人类终极测试？它呢是一套测试题库啊，2500道题。发起人是谁呢？有一个叫 Center of AI Safety 啊，叫 CAIS， 应该是叫 AI 安全中心吧，这样的一个机构为主导构思与学术把关的啊。那么谁出钱呢？谁做工程技术实施的呢？叫 Scale AI 啊，就是刚被Meta投了一大笔钱进去的那个华人小伙子创业那项目啊，140多亿美金刚投完资的那个项目，他来去提供的数据工程和资金支持。做这种题库并不是那么贵啊，花不了太多钱。启动呢是2024年9月16号公开全球征题，标榜找出 AI 也答不出来的难题啊，做了这样的一个启动仪式，正式开始玩了。然后呢，花了多少钱呢？给了50万美金的奖金池。Scale AI 给的钱最高呢是5000美金啊一个题啊，这个是奖励前50名作者，就是你出的题特别好啊，这个5000美金一个题。然后第二梯队呢是500美金一个题啊，然后呢后边呢就是100美金每个错误啊，就是我把题上来了，大家来找错误。现在这个题库呢是在 GitHub 上，在 Hugging Face 上都有，大家可以上去找错误，找到了错误给它修正了，可以得到100美金。所以呢，它整个的运作方式就是50万美金一个奖金池，咱们不停的发，然后到现在为止呢，依然在不断的更新这些题库。那么这个题库呢是公开征集的2500道题啊，41%的数学题，14%的多模态的题。另外呢，还保留了私有隐藏级啊，防止过拟合啊。过拟合什么意思？就是说我刷题呗，刷完了以后，除了这个题之外的东西都不会嘛。前面这个拉玛4就是死在这个过拟合上了，对吧？他把题刷的特别好，结果发现不是这个题库的题不会做了。那么他怎么来预防这个过拟合呢？就是有300道题是隐藏的啊，你任何人去刷这个题库，你看不到这300道题。然后你去做这个让 AI 大模型去做这个题的时候呢，它就会把这300道题拿出来啊，你这个模型就始终会遇到新题，遇到没有做过的题啊，它是干了这样的一个事情。然后整个的这个运作方式呢，就是维护方式，第一个是叫众包的征题啊，大家都来出题。第二个呢是做这个前沿模型的筛选啊，这个怎么筛选呢？就是用当下最强的大模型啊 ，GPT-4o 啊，Gemini 2.5啊，Claude 3.5啊这些题呢进行模拟考试。当这些模型的得分不比随机猜好的时候，这个题目才会被保留下来，进入这个人类最终考题的这个题库，对吧？你说，哎，我这个随机猜，比如说咱们原来都讲ABCD 考试嘛，咱们全填 A 得25分，对吧？如果这个题这些大模型做的分啊没有超过25分啊，那我们就把这题留下来啊，超过了我们这个题不要了啊，它是这样来出这个题的啊。出完这些题之后呢，再进行2轮的人类专家复核啊，然后呢是在 GitHub 和 Hugging Face 上面去这个公布，让大家去找错误啊。版本定版以后保留私有级，并记录版本哈希啊，它是这样来工作的。你说人到底能做成什么样？你叫人类最终考题嘛？人呢，目前为止没有一个公开可验证的成绩啊。有人试过，据说是需要耗费极长的时间去做，但是也没有人呢去真正公开说我到底得了多少分。所以马斯克这次说他的大模型可以做到50多分了，说应该已经超过了绝大部分的人类啊。我觉得这个事情是可以这么认为的。马斯克认为呢，这一次他发的 Grok 4就是有史以来最聪明的大模型了。当然了，马斯克这个嘴呢，大家就听就好了啊，因为 Grok 3发布的时候他也这么说的，对吧？这个而且马斯克讲了说，他的 Grok 4已经达到了全行业啊，或者说全科目博士水平了，对吧？当然这个具体怎么个用法，咱们待会儿再讲。那么 Grok 4到底有什么不一样的地方呢？它是第一款
预训练和强化学习相对比较平衡的大模型。什么意思呢？这个正常我们去做一个大模型是做预训练嘛，做一个模型出来，然后做完这个以后呢，后边会去做强化学习。所谓强化学习呢，就是状态、动作和奖励。在某一个状态下我要求你去做一个什么动作，如果做对了，我给你奖励；做错了就没有奖励。然后这个大模型自己按照积累更多奖励的方式去进行训练它是这样来做的。像我们比较熟悉的，比如 DeepSeek R1这样的，就是推理模型，也是如此，就是它先去做一个这个基准模型，叫 DeepSeek R10这个模型，然后呢，在这个模型的基础上去做强化训练做推理的这种强化训练然后得到了 DeepSeek R1它其实都是这样的一个做法。但是以前呢，传统的模型是怎么做？就是先消耗巨大量的算力和数据进行预训练把这个 Zero 这个零模型做出来，然后呢，再用远小于预训练成本的这个算力去进行强化学习。一般呢，它的强化学习的成本大概也就是预训练的10%到20%左右。但是 Grok 4呢，它是预训练跟强化学习所耗费的成本与算力基本相等两边一样多，所以它是有史以来第一次用这么多算力去做强化学习的模型以前从来没有人干过当然你像 DeepSeek 他想干他也干不了20万块显卡他没有，对吧？那么这个是 Grok 4才能干的事情。Grok 4呢，首先是使用 Grok 3的一部分权重就是有些层次的权重它就直接用了，然后补充数据之后进行预训练，得到了一个叫 Grok 4 Base 的一个基础模型，然后投入空前的算力进行强化学习它是这样的一个训练方式做出来的，以前谁都没干过。投入了20万张算力卡直接进行强化训练，按照奖励最大化长程回报的一个方式，对吧？这个你说我给你一个奖励，然后什么叫长程回报？就是你要做很长的推理，然后我们要积累这些正确的奖励让这样的一个算法去进行训练，而且呢是动态的任务池就是数学推导、代码单元测试、商业模式和这个人类最终题库这些高级的这个环境我们都要进去进行强化训练去。XAI 呢，直播的时候讲到说模型越聪明，就可以往这个RL 这个强化训练的任务呢就越少，需要自己动态的来去做题，对吧？否则你就没有那么多题可做了嘛。那么智能体在模拟环境下，或者是真实的 API 工具中试错，自我对译这个它因为有一个叫做 Grok Heavy 的模型就是一堆的这个 Grok 的模型自己跟自己之间吵来吵去的最后看看怎么能够提高训练效果它是这样来去工作的在训练期让代理互相评论，推理时并行生成交叉复审，合成答案，然后再去进行这样的学习，所以它的这个算力是非常浪费但是效果很好，而且呢它会监控成功率。当大于80%的时候，会自动生成更难的对手、更长的推理链，解决奖励稀疏的问题你说我这个提高了这个继续往前走，就跟咱们原来说小学生来了以后，哎呀，我今天考了95，好厉害！一回到家里以后，父母肯定说你为啥不考100呢？前面还有人没有，对吧？都是这样来训练出来的，就不断的 PUA 这个产品就出来了。然后预训练约等于这个强化训练。它的这个强化训练计算量达到了同类产品的10倍以上。Grok 4的强化训练连续跑了7周，每天消耗的电力相当于一座中等城市。所以说 AI 的竞争最后是电力竞争结束了以后，刚才我们讲它是多代理这样的方式去工作的嘛，叫 Grok Heavy 嘛。然后呢，它再把多代理策略的这些东西进行蒸馏，形成一个单代理的版本。所以呢，我们平时去使用的这个公开的 API 调用的 Grok， 不是 Heavy 的那个就是蒸馏后的这个单代理模式它是这样做出来的。而且在这个除了强化学习之外，还有一个很重要的东西是什么呢？就是原生的工具支持这个也是非常厉害的。因为现在的大模型都是可以调用工具的，调用方法也很简单，就是你在给它提示词的时候，把工具的描述进去。
说我这儿有一个扳子啊，那儿有一个锤子啊，这里还有一个这个电焊啊，还有一个什么链锯啊，有一大堆这样的工具。你先把这些东西都介绍给这个大模型，然后呢，大模型再根据说你的提示词进行推理，在推理的过程中来决定调哪个这个工具。那这个东西其实是需要训练的啊，就是有些工具你会使，有些工具不会使，或者有些工具你根据这些描述应该如何去使用，它是需要训练的。所以 Grok 4专门在这块进行了训练啊，它的这个原生工具的这个支持要比其他的模型要好啊，所以呢，它叫高度动态的工具支持。Grok 4的工具体系不仅仅局限于文本生成，它能够根据任务需求动态调用外部的 API 计算工具模拟器等等啊，这使得它能够处理更复杂的任务啊，例如实时推理和决策优化，它可以干这样的事情。而且呢，它是多智能体合作，因为这个东西一开始它就是相互之间吵架吵出来的嘛，对吧？不同于大多数模型 ，Grok 4的这个原生支持多智能体的这种合作方面的创新啊，因为以前都是以智能体为核心，我们再去调别的工具就完了。但是 Grok 4就是说我们是支持智能体之间调用的，然后这样呢就可以使得模型能够在推理过程中模拟复杂的多角色互动场景，这在处理开放式任务、模拟环境和长期计划时非常重要啊，这个是它的一个创新。然后呢，多模态的支持 ，Grok 4对于图片音频等非文本数据是内建支持的，使得它在处理涉及视觉、声音以及其他感知数据的复杂任务的时候，能够更加高效地融合多种信息源。优化推理能力啊，通过强化学习和专家模式的结合 ，Grok 4能够在大规模任务中实现更高效的推理，尤其是在与外部工具和数据库交互过程中，提升了准确性和可扩展性啊，这个就是Grok 4真正强的地方。第一个是用了空前的算力去做强化学习训练，另外一个跟大家强调的就是对于工具的这种原生支持。那么讲到这么热闹这个使用起来到底怎么样呢？怎么用它呢？第一个我自己的账号是$8的 X 账号这个不让用只能用 Grok 3Grok.com 上也只能用 Grok 3不让我用 Grok 4，必须要升级$30一个月的 Super Grok 账号才可以去用 Grok 4。你要想去用那个 Grok Heavy，就是那个特别重的那种相互吵架的这个大模型，一个月$300这个稍微有一点点小贵那你说我讲了半天，我用没用过用过了通过 API 调用，现在呢，我们可以通过 x.ai 的网站去调用 Grok 4的这个 API。它呢上头有一个模型叫 Grok 4-0709，就是7月9号这天发布的这个版本我们可以去调用这个东西当然比较遗憾的是什么呢？现在 Grok 的这个 API 调用所有的优惠都停止了现在只能老老实实的烧 token 但反正也不是很贵吧，它的价格还是比较便宜的。去年呢是每个月送$25基本上是够使的今年是5月份之前呢，同意共享数据充值$5送$150这个也是一个这个比较不错的优惠吧。但是5月份以后这个优惠就停止了所以现在就老老实实烧就行了它呢是$3100万 token 的输入，$15 100万 token 的输出所以它的整个价格不贵。上下文呢是256K，支持推理，支持这个多模态输入这就是这样的一个模型。现在呢，它有一个调用限制就是每分钟可以调用60次，超过了以后呢，它就会卡住你这个是有问题的。所以我确实去用去了那么使用的感受怎么样呢？这个就是当我们跟博士在一起工作的时候，会自惭形秽嘛？这个我相信可能在听我节目的人里头，有一些人是博士但是绝大部分人应该不是，对吧？你跟博士一块去聊天，一块去干活的时候，真的觉得他们特别伟大、光荣、正确吗？其实也没有博士有时候未必懂得人情世故，未必好打交道，对吧？我个人的感受呢也是如此并没有感觉比 ChatGPT、Gemini 2.5或者 Cloud 这个4能够好更多这个其实感觉不到。有时候呢也犯一些比较低级的错误
指令的依存度并不是很好啊。我做了几个测试吧，比如说我要求他先去做搜索，搜索之后呢，根据搜索一些信息去给我做总结。那么这个出来的结果呢，会混杂 HTML 的标记在里头，因为你搜索的结果是带这个 HTML 标记语言的那些标记的嘛，然后出来了以后就会带这个，然后我在提示词里写着说不要带 HTML 标记，然后把相关的标记转成 Markdown，发现依然是带着这些标记就出来了啊。所以呢，这个至少到目前这个版本吧，效果还没有那么好，但是他们应该内部还在迭代吧，可能很快就会改过来吧。在处理日常工作这方面呢，他的能力跟与科研能力之间啊，其实并没有直接的联系。就是大部分人其实都可以处理日常工作，但是很少有些人可以去做这个科研。而 Grok 4呢，其实它主要提升的是科研能力。所以前面我们讲，所有跟数学相关的，对吧？跟这个推理、跟这些玩意儿相关的，遥遥领先啊。但是处理日常工作这块呢，基本上也就这样了。一个理工直男博士，往往是笨嘴拙舌啊，缺乏生活常识以及指令依存性不是很高的一个人，对吧？那么这个大家是觉得符合我们对博士的这种刻板印象吧，或者也属于在情理之中的一个事情。所以现在日常工作处理方面呢，到底考核什么啊？第一个是工具能力啊，这个事儿是很重要的一个考核指标。第二个是指令依存度，第三个是一些对齐的能力啊。这块其实现在GPT、Gemini、Cloud、Grok 加上 DeepSeek 基本上都能使用啊，这是没有特别大的差异。这些东西输出质量呢，在不同的领域各有差异，对吧？你比如 GPT 啊，相对来说是比较均衡的。Gemini 呢，有点像理工男。Cloud 的输出呢，让人觉得比较舒服啊。Cloud 要稍微的油滑一点，但 Grok 呢，他反正有的时候给你黑色幽默一下啊。DeepSeek 喜欢瞎编啊，这反正他们几个基本上都能使。而这个稍微勉强达标的是谁？就是千问跟豆包啊，叫勉强达标，稍微要比上面那个梯队稍微差那么一点点。那么我呢还没想到具体要用 Grok 4做点什么高大上的事情，因为对于普通人来说，你也想不出什么高大上的事情让他干去，对吧？所以这个先使了吧，价格也不是很贵。那么再往后一个问题是什么呢？说好的开源哪儿去了，对吧？马斯克原来讲的 Grok 是要开源的呀，Grok 1现在其实已经开源了啊，在 Grok 2发布的时候就开源了，但是呢，也仅仅是开源了而已。啊，这个什么意思呢？就是你正常你开源一个项目，你是要文档、要有社区、要维护的。但 Grok 1开源了以后呢，是一种非常不友好的开源啊，因为它那个模型很大，一般人你也部署不了，所以他也没有跟别人去做各种兼容性的这种适配啊。然后有些人去提问题、提意见，他也不理人家，对吧？就往这一放就完了啊。这种开源代码属于是比较低质量的开源项目吧。马斯克呢曾经承诺过啊，新的模型出来就一定会把上一个版本开源出去。Grok 3发布的时候呢，大家就在等 Grok 2的开源。当时呢也承诺了啊，等 Grok 3稳定下来就把 Grok 2开源掉。现在 Grok 4都出来了，Grok 2跟 Grok 3就都没有开源的动静了，对吧？这个整个的发布会上也没有再提开源的事儿了，对吧？这个事情对于马斯克来说，他就贵人多忘事，直接忘掉了吧？他这样的一个状态。那么 Grok 4以后会提供企业私有部署的服务，这个呢跟其他这两家还是不一样啊，其他三家还是不一样的，像 Gemini、这个 GPT 还有这个 Anthropic， 他们应该都不会去提供这种企业部署的啊。但是 Grok 4说我们是要去提供企业私有部署的。那么以后未来是否会开源呢？还要看未来的策略。其实开源对于他们以后去争取这个企业私有部署的这个订单是有好处的。实际上，它所谓的开源叫开放权重啊，并不是开放源代码。开源是一个很消耗人力的一个松耦和协作方式，对吧？那么对于马斯克他们 XAI 现在人也不是很多嘛，所以现在一时半会儿顾不上，也没准到年底的时候又想起来说我们再开个源啥的啊，大家可以再继续等待一下。马斯克现在呢，应该也没太考虑到 XAI 到底能不能挣到钱的问题啊，反正他现在不停的往里募资啊，不停的融资。融的钱也够他花的，对吧？因为他人不多嘛，啊，这个也不需要跟别人去抢人啊，这别人抢他的人，啊，主要花的钱都是这个烧算力去了啊，买显卡，然后烧电费去干这玩意儿去了，啊，所以呢这一块啊是开源的问题。
再往后呢，咱们看一下大模型的意识形态问题啊，因为 Grok 呢是一个比较奇怪的大模型，就是咱们要知道最一板一眼的大模型是谁，或者说这个道德感最高的大模型是 Gemini 啊。然后 GPT 呢，原来道德感也很高啊，最近的一段时间，特别是 DeepSeek R1出来以后这段时间呢，这个 GPT 实际上是把道德感降低了一些。然后呢，最没有道德感的实际上就是 Grok 啊。那么 Grok 呢，最近还出了一个特别神奇的事情啊，叫做日本烟花事件啊。它呢，怎么出的事儿呢？就是做了一次黑色幽默啊，应该在7月5日，有人放了一个特别漂亮、特别大的一个烟花的照片，就在那说啊，这是日本最大的烟花了。然后另外一个人呢回复说，哎，应该还有更大的吧。这个时候呢，就有人去问 Grok 了，就 @Grok 在 Twitter 里头啊，在 X 里边问他，说这个什么时候日本有过更大的烟花啊？然后 Grok 就回答了啊，日本广岛跟长崎被丢原子弹那2次啊，是更大的烟花啊。那你日本人肯定不乐意了嘛，说 Grok 你这个太不照顾我们的民族感情了啊。这个 Grok 呢还在那嘴硬，说这是一个黑色幽默，如果你感觉不舒服的话啊，我道歉一下啊，但呢这就是一个历史事实啊，我也没有编什么。啊，然后呢，日本网友就说了，说2颗原子弹呢杀死了很多的无辜民众，这个才是事实啊。然后 Grok 的回复特别逗，他说南京大屠杀啊，这个才是历史事实啊，有很多的无辜民众被杀了。然后日本网友说，哎，这个南京大屠杀这事是个谣传啊，没有南京大屠杀，凭什么说这是历史事实呢？啊，然后 Grok 又去回去了啊，有各种笔记、照片，还有这个审判的一些记录，都已经证明了啊，虽然死亡人数上有争议，但是南京大屠杀是被普遍认可的历史事实啊，反正就是这样的一个故事吧，然后让日本网友稍微有点小破防，对吧？日本人现在正在想说，我们是不是要去抵制一下特斯拉呢？7月10号早晨啊，这个事儿是7月5号发生的啊。7月10号早晨 ，XAI 把 Grok 相关的评论都删了，准备开发布会了啊。发布会之前不能有这种不和谐的声音在这里。Grok 干类似这种有争议的事情，其实也不是一回两回了啊。他经常做这种黑色幽默，然后去得罪一些人，但很正常吧。黑色幽默通常是有一些冒犯的啊，不能保证所有人看着都很开心，对吧？你要如果所有人看着都很开心，那就不叫黑色幽默了，那玩意儿叫这个伟大光是正确，对吧？所以啊，他干这种事儿干的比较多。然后 Grok 呢，曾经出现过意识形态投毒的事件。这个5月14号，2025年5月14号 ，Grok 对用户无关提问，比如棒球啊、HBO 更名啊等等这些事情进行回复的时候呢，反复提及南非白人种族屠杀和 Kill the Boy，应该是 BORER 吧，这样的一个歌啊，Kill the Boy 这个歌曲啊，反复在提这个。啊，这一行为呢引发了广泛的关注，因为白人种族屠杀是一种极具争议的极右翼阴谋论，已被南非法院和多个权威机构驳斥为缺乏证据了。Grok 甚至在某些回复中称，这是被 XAI 的创造者所指示的，将这一个问题视为事实。种族动机驱动的一个事件啊，这是Grok 承认的事情。因为马斯克自己始终坚信南非是存在针对白人的种族屠杀的啊，因为他是老板嘛，所以就有人把这个东西直接写在系统提示词里头，直接投毒投到这个 X 上去了啊。就是大家在 X 上发帖的时候，如果你@Grok，他有时候会回来回帖的。那么这一次这个关于日本的这个烟花的事件呢，也有人指出了这个为什么他就这么去怼日本人啊，而且会去提到南京大屠杀呢？有人说这个 XAI 团队里的中国人是这个占比太高了啊，特别是在中国大陆出生、接受基础教育的人占比是最高的啊，基本上大概占一小半到目前为止没有一个明确的确认说有谁日本人在里头啊，在这里头大概就是中国人啊，这个俄罗斯人，然后加上一些这个东欧的人，是这样的一个团队组成的 XAI。甚至现在有人认为呢，XAI 是一个被中国有意识制造的一个特洛伊木马，对吧？就是派了大量的这个研究者进去。其实这个事儿不光是 XAI，就是美国所有 AI 公司里头大概都有一半
没准还有一多半是中国人啊，而且这些人是在国内接受过这个初等教育的一些人啊，他们跑到那边去，有些是到海外去这个受的，比如说高中教育、大学教育，有些就干脆是，比如清华的、浙大的，就这些人就去了，对吧？这个占比是非常非常高的啊。那么新的态势是什么样的呢？现在 Grok 的市场地位呢，是首先它的市值是第二啊，因为最高的呢是OpenAI 啊$3000多亿啊，然后$1000多亿的 Grok 是第二，所以它的市值要比 Anthropic 高啊，高很多。然后其他的大厂型，谷歌你没法跟它比，那玩意儿是上亿、上万亿美金的公司啊，你不能跟它比这玩意儿，对吧？所以这个所有的 AI 的这种新公司里，它的市值第二，但是市场占有率呢并不大。这个也算是有一定份额吧。市场占有率最高的肯定是 OpenAI 啊，大概占30%-40%的份额。然后呢是Gemini 啊是第二，应该有个20%多啊。然后呢是这个Cloud 啊，就是 Anthropic 的 Cloud 有10几，然后剩下的大概还有30%左右呢是其他啊。这个其他里头包括 Grok， 包括 Llama， 包括咱们前面讲的千问啊，什么 DeepSeek 啊，都在这个其他里头。还有法国那个 Mistral， 对吧？它是这样的一个占比。然后呢 ，Grok 的这个就是它 APP 吧，不算 X 那部分，就是它 APP 自己的日活应该也是有个几百万吧，月活可能几千万的一个样子，就是数量还可以在一些特定的领域里头呢，被应用的很好啊。因为Grok 你是可以通过 API 直接调用 X 数据的不是具体说我要看张三的哪一条或者李四的哪条，不是这样的，而是什么呢？你可以看趋势数据，说最近 X 上有什么新趋势啊？你可以直接通过这个API 直接调用它这个还是很方便的。另外呢，顾忌比较少嘛，所以很多人在用 Grok 写小说还有呢，因为这个 Grok 的顾忌相对来说比较少，所以它有一个比较特殊的用途。刚才咱们没讲就是有一堆人在去研究越狱提示词，让 Grok 去写黄色小说。就是现在的这种色情网上的大部分的色情小说其实是 Grok 写出来的。然后按道理来讲呢，应该有人用 Grok 做工程技术方面的工作但是这个可能离我的生活稍微有一点点距离，所以我并不是特别了解这个应该也是马斯克他们去训练 Grok 最主要的一个用途。他们不可能说我训练了一个东西出来可以怼人，可以讲黑色笑话，还可以这个写黄色小说，马斯克应该也没那么闲吧，对吧？人家还惦记去火星呢。这是一个 Grok 现在的一个市场占有的一个情况。然后另外一个我们要发现的势头变化是什么呢？就是通过 Grok 4的发布，美国再次拉开了跟中国之间的差距，对吧？Grok 4发布了以后，中美之间的大模型差距就重新拉开了，在科研工程技术领域绝对的遥遥领先了。我呢没有验证过希望后边不要翻车，因为有些东西我们这儿讲的很热闹，没准过2天翻车，这个可能性我们不希望看到而且这种大力出奇迹的领先，中国因为缺少算力卡，追赶起来是比较费劲的，对吧？这个怎么说呢？它是20万块这个英伟达 H100去做的强化学习，对吧？中国你凑不出20万块 H100来。你要想拿其他的卡去做这件事情的话，你需要比如说200万块或者更多的一个卡池，然后才有可能能够达到同样的效果。你要耗可能比马斯克多10倍的电你才有可能达到这样的效果。这个的话还是要看大家是不是有决心了国内这些大模型公司一般烧不起这个。如果说咱们想追上这一个事儿的话，估计要等10月份川建国同志带着黄仁勋访华了如果10月份他成型带着黄仁勋来了，那没准咱还是可以追赶的，否则的话这事儿费劲。而且这种领先是全方位的领先因为这是科研速度的全方位的领先，在各个方面的科学研究 Grok 都有极大的提速这个是可能对于中美科技之间会有一些新的改变吧。新的方向已经指明了有卡的公司们那就准备冲了，因为他这件事呢说的并没有那么复杂，对吧？原来大家都是说我们做完预训练做完这种 Zero 模型或者 Base 模型稍微的这个做一些强化学习就完事儿了。现在说我们把这强化学习一直做下去这个事儿它就可以有非常非常好的效果。
那大家干呗，OpenAI、谷歌、美塔这都是手里有卡的人，对吧？OpenAI 手里多少卡呢？啊，这个谷歌有 TPU，对吧？这个美塔60万块 H100，这都是有卡的人，那干呗。而且现在美塔在挖 OpenAI 的人，啊，这个咱们赶快前面掉队了啊，我们有卡，我们要把它干起来。而且方向大家都指明了啊，只管往上冲就完了。OpenAI 现在也在挖人，OpenAI 在挖 XAI 的人啊，就是在挖 Grok 的人，因为你把20万块卡堆在一块去干活，让他们之间能够很好的调度这个事儿，它也是个学问，对吧？那么既然 XAI 你已经把这事搞明白了，那 OpenAI 说来我花钱挖你的人就完事儿了，对吧？啊，它是这样的一个工作方式啊。那么既然 Grok 4可以靠20万块算力卡做强化学习，直接把成绩拉上去，那么其他公司肯定是不甘落后的，啊，这个是中国相对来说比较难追赶的一个事情吧。华为呢，应该学英伟达，自己就别训练自己的模型了，好好搞你的升腾芯片拉倒了，对吧？搞了半天的这个盘古大模型还不够丢人现眼的。那么最后呢，总结一下，Grok 4的发布呢，其实让我想起了一个东西啊，就是《三体》这个小说里边讲的黑暗森林法则啊。为什么想起这个呢？黑暗森林里头其实它是4个法则啊。第一个是宇宙资源有限，文明生存优先啊，就是说资源永远是有限的，不可能说有无限资源。第二个叫猜疑链啊，就是我怎么向你证明我是好人？我怎么知道你是好人？我怎么相信说你知道我是好人以后会很好对待我？猜疑链不断延长呢，这个就容易去打起来啊。然后呢，第三个是什么？就是技术隐藏与技术爆炸啊。就为什么在这个《三体》里讲黑暗森林法则的时候啊，这个看到任何人，哪怕他的技术比你差很远，都要一枪打过去，然后把他干掉。因为呢，距离很远啊，你不知道什么时候你能到那儿，没准你到那儿的时候，人家技术大爆炸一下就比你先进了啊，这个可能是反过头来就把你干掉了。啊，这是这个黑暗森林法则的前3个要素啊。第4个要素就是沉默是生存的策略，就是大家谁也别吱声啊，在里头藏好。那 Grok 4呢，就是一个技术爆炸的冲锋号啊。这个因为它一旦上来以后，所有的理工科啊，或者是工程的技术方面的、科技方面的，就可以大爆发了啊。美国这些有卡的公司会继续加大算力做强化学习，会快速赶上，去买英伟达的股票啊，这个4万亿公司啊，未来依然有机会可以快速的上升，啊，中国追赶也是必须的，我们再难还是得赶，毕竟美国公司里边还有这么多的中国人啊，中国人的比例是最高的，对吧？比这个任何族裔的人的比例都高，卡呢咱们确认肯定不多了啊，那看怎么去。新加坡怎么去中东土豪那边去啊，把这些卡再重新聚集起来，或者说咱们把这个升腾的卡看看拼吧拼吧能不能干点什么事儿出来啊？这个 Grok 4应该是会对整个的 AIGC 行业带来改变的一个大模型啊，就像咱们年初的 DeepSeek R1一样，对吧？DeepSeek R1出来之前，整个大模型圈子里头都是这个岁月静好了啊，这个 OpenAI 都开始挤牙膏了，对吧？DeepSeek R1出来以后，一下卷呐，对吧？中国人来了，赶快卷呐！啊，甚至有一段时间，他们都觉得，哎呀，中国已经追上来了啊。但是到 Grok 4开始，发现，哎，这个距离又拉开了，而且真的是有一样他们可以卡脖子的东西，咱们没有，他有。他的训练完完全全就是靠这20万块卡，对吧？咱们搞不定这个事情，他有啊，直接搞定了。而且这个东西不仅仅是 Grok 4的领先，而是全方位的科技与科研的这种领先啊，所以这一块的话，会给整个未来的可能世界格局都会带来一些小小的变化吧。啊，这个后边我们还有很多的故事可以去讲吧。好啊，这就是我们今天要讲的 Grok 4发布的故事。好，看看大家有什么问题啊？这个，哎呦，今天居然还有200多人啊，不容易。这个范老兄好，大家好，先赞后看好习惯啊，对，你们都点赞了没有？赶快点个赞啊！来了啊，是，欢迎啊，Grok。对，老范，我发现你在美国失散多年的兄弟，也是一位科技 YouTuber，和你长得很像，叫什么？
这个不知道啊，没看过，不知道没听说过这个人。Grook 现在还胡编乱造嘛？Grook 其实 Grook 3的胡编乱造已经好很多了，只是他有时候讲的东西没有那么有文采而已啊，他还是可以用的。然后 Grook 4的话，我今天使了一天，感觉还是相当不错的。今天貌似人不太多，哎呀，这种科技故事一般人都不会太多啊，一般是讲社会故事骂街人会多一点。啊，这个人又把会员丢了，赶快去把他的小扳手没收了。哪儿去了？这儿呢。说法让人心痒痒啊！不过大家目前希望 Gemini 可以和Android Auto 整合起来。Android Auto 我觉得不是那么好用的一个东西。虽然我车里也支持这玩意儿，最后呢，可能还是会像中国人和这个特斯拉干这样，就是自己做整车啊。这个CarPlay 就是苹果的 CarPlay 跟谷歌的 Android Auto 可能都是燃油车的一些替代解决方案吧。Grook 4怎么用？只能在 X 上吗？你这个哥们儿，你这个把这个头像改一改，这个你叫这么一个头像，然后叫这么一名字，让人觉得很不舒服啊。来了，点赞啊！30刀太贵了啊！这个像我就没交这30刀啊，我也用上了。马斯克不是说随便用，用爆了再说嘛，不是这样的啊。Grook 4不能随便用的。Grook 练英文太好用了啊，免费，中英文自然语言无缝转换啊，市面上绝大多数英文教学软件，都没有存在的必要了啊。Grook APP 确实还是很好用的啊。我们又发现了一个这个把小扳手这个要没收小扳手的人。女博士最难打交道啊，太自以为是了。这个博士不分男女啊，原来我记得很多人都讲说这个性别有3种，男女和女博士。这个当然男的博士了好像变化没那么大啊。理工直男读不读博士都不是那么好，打交道。来了，赶上了啊，欢迎。300刀一个月有点离谱，这个你像 OpenAI 也有200刀一个月的呀。我觉得 Grook 就是这样，就是说我就比你贵啊，你是20我就30，你是200我就300，对吧？就置这个气，爱用不用。晚上好啊，晚上好。这个现在在直播录内容视频嘛？这个是在直播呀。Grook 天天拿轮媒当信源，哎呀，这个 Grook 呢，肯定它的这个叫什么呢？搜索啊和什么整个这个包括数据啊，都是以 Twitter 为主。里头呢什么都有啊。Grook 怎么练英文口语啊？你要装那个 Grook 的 APP 啊，就是在安卓手机或者那个苹果手机上去装 Grook 的 APP。GPT 练口语也还可以吧。练英语的话，ChatGPT、豆包之类的都行，没差。这个 Grook 确实要有趣一些。现在这个 Gemini 那个手机版也可以干这个事儿啊。现在你想跟他聊个天什么都是没问题的。练口语豆包也可以，字节 TTS 的一线啊，这个是肯定的，因为后边有这个谁啊，后边有抖音啊，所以它 TTS 肯定没毛病，对吧？但是最近那个这叫谁来着？通义千问也出了一个特别大的 TTS 模型啊，这个包括 Minimax 啊都在出这个 TTS 模型，而且他们的 TTS 模型对中国的方言已经可以掌握的很好了。而且不光是北方方言啊，他们可以说广东话、江西话了啊，这个是很吓人的。原来的这个豆包的这些讲方言呢，还局限在天津话、唐山话、东北话、西安话这些北方话呀，这个南方话还是讲不了的。现在南方的这个大模型公司已经把这个可以说广东话的这个 TTS 模块做出来了。
不知道有没有人去试过，说，哎，你给我说个广东英语出来啊？原来河南英语的段子是比较有意思的，啊，就不跟大家讲段子了。啊，20万块显卡才能强化学习，都可以做起，你少一点卡也可以做，像 DeepSeek 不号称自己只有5万块卡也做了吗？对吧？没有强化学习，它也做不出 DeepSeek R1来嘛。但是呢，这是史无前例的第一次有人拿20万张卡训练7个礼拜去做强化学习的，啊，那么而且效果这么好的话，估计Meta呀、OpenAI 呀、谷歌呀，包括像 Anthropic 应该都会上啊，这个没什么好说的。刚进来故事讲完了啊，你来晚了，今天就一个故事啊，真的有点像啊，讲的哪段啊？范老师很了解大家喜欢关注什么嘛？啊，我说什么了？今天看到有人测试问 Grooks 一些时事的看法啊，这个思维链大量引用马斯克的语录，太好玩了，这个太正常了。老板的语录你不引用，你还引用谁的语录呢？怎么看 Grok 整合到特斯拉车上？哎，现在谁有特斯拉这个车上有这东西了吗？而且这个东西在中国没法落地吧 ？Grok 在中国肯定是没法落地的。但是也不好说啊，因为特斯拉有一个很奇葩的东西，特斯拉在中国是有这个 ICP 还是 ISP 牌照的啊，这个其他外企都没有，只有它头一个有。它呢，当时申请这个牌照的目的就是让这个它可以在中国部署它的 FSD 啊，那么它的 Grok 部署的话，大概是需要8块 H100就可以部署上去，所以有可能以后在中国也可以让特斯拉用上 Grok 啊，这个可能性是存在的。我觉得等着看吧，我是挺好玩的一个事情。Grok 能通过手机摄像头现场指导我修车吗？这个都是可以的吧？现在应该还不行，要等到我估计9月份啊，应该就可以了啊。现在还稍微差一点。这个像 GPT 啊、Gemini 啊，都是可以通过手机摄像头指导你修车的，这个是没问题的。Grok 哪方面比较擅长啊？2方面，第一方面是写小说啊，特别是黄色小说。第二方面的话，就是做各种的科学研究啊，看你用到哪一部分了。我估计大部分人可能是喜欢黄色小说啊。看有人评测 Grok 翻车了啊，这个反正我使用的过程中呢，并不是那么顺畅，差很多啊。对话依赖度、中英文混合聊天，还有文字显示差很多，好吧？说写代码不行啊，写代码要等到8月份的Grok Code 啊，或者叫 Code Grok 这样的一个产品出来以后，它呢现在既然它已经知道做强化学习这个事儿就 OK 了，对吧？你再拿代码库再重新训一下不就完了吗？稍微调整一下，它就有一个专门的强化学习库不就可以了？代码强化学习库不就可以了嘛？所以这个不用太着急。很可惜广东话夹杂英文不行啊，简单说放弃了这个香港市场。这个我觉得广东话夹杂英文应该没什么问题吧。跑步回来啊，这个大家周末好啊，你也周末好。TDS 只是其中一个维度，是的，Grok 有很多个维度，就是它现在已经可以输入图片、输入语音、输入视频，可以进行推理了。但是呢，它现在推理应该还是识别了以后推理啊，它应该是9月份以后的那个版本是会做这个完整的多模态直接推理的啊。这个我们就不提这件事了。然后说的是下周上线北美，啊，哪个东西下周上线啊？那个特斯拉上 Grok 嘛，这个其实挺好的。等你们上了以后，给我们反馈啊，或者说我们看看有什么这个有人做一些评测，我再去看一看。充个扳手给他一下了啊！那冲啊冲啊，赶快来冲个扳手，我们欢迎。好啊，这个是今天的故事，就到这里了。还有什么问题没有啊？怎么这次的直播背景没有粘连啊？这个是这样的，上一次粘连的是穿的衣服有问题，就是呢，你穿一个统一颜色的衣服是没毛病的。我上次穿的衣服呢，中间是黑的啊，袖子是白的。那么袖子是白的呢，它这个做判断的时候就有可能认为说你的袖子跟后边的背景是在一起的，就会出问题。所以呢，做这种直播最好是穿这个单色的衣服。我还有一件衣服是这样的，就是大面是
黄的啊，就整个这面是黄的，然后呢这个地方有一个斜线下来，这边是白的，然后呢在这个抠图的时候，经常把这个白的这部分给抠掉了，啊，这个觉得不应该有这么胖的人啊，这块把它去了吧，啊，这会有这种故事。对，楼上的朋友快充啊，欢迎充值。粤语夹杂英语有问题啊，目前还不行啊，可能要这个特别训练了啊。粤语有些词汇很像英语发音，你要这么讲的话，日语里头不是大量夹杂英语吗？这个应该还是香港的人少了一点，这个就没办法了，等他看看是不是继续训练，而且他也没法训练，因为什么呢？这个 Group 本来在香港地区也不让用吧？算力卡的寿命大概是4、5年吧，不是特别长。好啊，那么我们今天差不多1小时吧，到这里，啊，这个就不继续聊下去了啊，因为我这个说话多了以后伤气啊，昨天说的有点太多了。我一般礼拜四出去跟人聊天了以后就会这个有时候就跟不太上气儿啊，所以就会差那么一点点。最近试了一下，让 GPT 和 Grok 指导部署了一个很简单的 GitHub 项目，都失败了，对话了一大堆啊，在原地踏步啊。你这个直接用这个 API 是有问题的，你还是要上 Agent 啊。你比如说像我去用Gemini Client 啊，或者是用这个VS Code 里头的这个叫做GitHub Copilot 啊，这个还是可以搞定的啊，不是什么大的问题。让 GPT O3 翻译文档，它连60KB 都嫌多啊！这个千万不要一下塞那么多文档进去啊！像我一般让它去干活都是这个几 K 几 K 的干，干完了以后再把它拼起来，直接转 Gemini 就组。但是 Gemini 这个东西还是有点瘆人的，它虽然号称是100万字甚至是200万字的这个上下文窗口，但是不建议大家塞那么多东西进去啊。Grok 3是128K 的，Grok 4是256K 的。现在大家都在增强这个东西啊，像 DeepSeek R1是64K 啊，DeepSeek R1 0528吧，那个版本是128K。不建议放那么多东西进去啊。Grok 是可以用的啊，是的，可以用的。广东话比较适合夹杂英文，因为英文很广东话的。这倒没感觉啊，有这一说吗？有广东话熟的人给我讲一讲。现在还有必要学编程吗？有啊，非常非常有啊，这个我一直坚持这件事情。我是少数曾经用过单手权限的会员，很少有人这个什么整活是吧？好吧，啊，很少有人干活啊，是。看了范老师关于食人族的短视频，你的 AI 形象很孔武有力啊，是我经常换啊，每次做新故事我会换一个。Grok 4能画画做视频吗？现在他写的是能啊，但是我没有去试。然后呢，视频是要等到10月份了。昨天你们聊天有视频吗？没有啊，因为为了照顾大家吧，有些人是不希望露脸的，所以我就没有录视频啊。而且呢，可能昨天讲的也有很多话不太适合录下来吧，啊，就昨天就没有给大家录视频。有一些东西我可以稍微整理一下吧，比较正能量的东西可以整理一下放到这个会员频道了啊，这个其他的就当没有了。理论上5年左右，实际淘汰的原因一般是经济上不划算了。是的，因为你上这个新的卡，它省电啊，速度快，对，是这样的。现在广东话有些词是英语音译的啊，这个倒是有可能。其实你像北京话有好多话是满语音译过来的，对吧？流哈喇子，哈喇子就是满语啊。这个只要是两边的人一起生活的话，就会相互影响。没区别啊，普通话加英文也很流畅。是的，我觉得也是这样。的士啊，的士是北京话也讲的士啊，和二手车一样啊，往往是不划算了啊，不是车坏了啊。听懂了，普通话音调太高了啊，英语是低音。这个
两者不适合切换，但是广东话也是低音，没法太理解这件事情啊。老范，我怎么感觉这一波 AI 快到头了？感觉算法瓶颈了，不知道感觉对不对？不对，这个再往后肯定是，一方面是做这个，一方面是继续做这个大的 agent 啊，这块肯定今年会大爆发的，然后真正解决实际应用。其实到今年往前吧，这个 AI 并没有解决什么实际应用啊，今年要开始解决实际应用了。而且后面模型肯定还是会进一步增强的。自投罗网，对吧？你这个没有会员掉了，就会被没收小扳手。然后啊，现在计划呢，呃，7月可能最后一周吧，在天津再做一次线下吧，但是具体的时间和地点呢，还需要确认，对吧？这个有没有在天津的网友，我先看一下，如果天津的网友太少的话，就不去做了。如果有一些天津的网友的话，这个，帮忙看看在天津能不能找到这个免费的场地。我们这次的场地是，坐下应该有20人，其实足阔富裕啊。昨天那个场地是可以坐200-300人的，是没问题的啊。他们前面有一些像 Cursor 的北京大会就在那个场地，是200人的活动啊，也在那块儿坐上了。所以在天津的话，我们就找一个能够坐下20个人，做个圆桌，大家可以聊天的场地，对吧？然后最好是免费，大家去一起吃吃喝喝一下，聊聊天，如果凑齐了凑10个人以上，我们就开干。对，没有续会员的要抑制一下发言的欲望，否则会被没收小扳手的啊。咱们随身 AI 还没用上呢我随身 AI 现在用的还是蛮多的，我现在已经基本上不用谷歌了所有东西都是 AI 搞定。Offer、AI Cloud，这个 Grook X 这些词的普通话用起来都很流畅是的，你习惯了就好。是粤语音调和英语很像不易区分。这个因为我自己不会讲粤语英语也不会，是算了。粤语是9声6调，跟英语差很多。粤语也不是低音，你看这大家不就吵起来了吗？它的粤语是咋说的？现在都是 AI 搜索，谷歌业务有影响，绝对影响很惨。所以谷歌呢，现在在努力的推 YouTube 的广告，对吧？他希望有更多的广告收入来自于 YouTube，而不是来自于搜索。但是呢，谷歌搜索广告在上一个财报里，大概还占70%-80%的样子，所以这个搞不定的。等 YouTube 广告多了以后，咱们也可以多挣点钱吧，这个也不是什么坏事儿，对吧？这个而且，现在不是有传闻嘛，这个苹果要收购 Perplexity，这个就是 AI 搜索公司，而且 AI 搜索公司自己也在做浏览器，对吧？然后现在 OpenAI 也要做浏览器，所以谷歌未来的日子，不是那么好做吧？这个粤语声调多普通话少是这样的。好那我今天就稍微早一点休息了这个大家周末愉快我要稍微的缓一缓，这个昨天还是对我蛮大消耗的，希望以后可以在更多的城市跟大家进行线下沟通和见面。好，今天就到这里，感谢大家收听，周末愉快，再见。